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官媒发文，高调官宣杨紫新身份。1个月前，她刚高调官宣戒色。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杨紫的话题可谓持续升温。从戒色发言引发全网讨论，到官媒发文正式官宣其全新身份，她再次成为公众视线的焦点。对于一位出道多年的演员来说，这种热度并不稀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的关注点已经不再只是流量与话题，而更多指向一种更为稳固的行业认可与价值转向。时间回到1个月前，杨紫在品牌直播中分享个人生活方式时，毫不避讳地提出少吃、多睡、戒色3点养生原则。这一表述之所以迅速出圈，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表达的直接与坦率。在娱乐圈惯常的修辞体系中，涉及情感与私生活的话题往往被模糊处理，而杨紫却选择用一种近乎去修饰的方式表达自我态度，这种反差自然引发了外界的多重解读。部分声音将这一表述与他过往的情感经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与秦俊杰的那段公开恋情，作为他出道以来唯一承认的恋爱关系。这段感情从开始到结束都备受关注，当年围绕张雪迎的舆论风波，更是一度将3人推至舆论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场风波中，杨紫选择主动为对方澄清，将分手原因归于2人关系本身，而非外界干扰。这种不推责、不转移矛盾的处理方式，也在无形中强化了她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坦荡、克制且有分寸。哪怕分手这么难过的事，杨紫都主动站出来帮张雪迎澄清，说感情问题和旁人没关系，从不拖别人下水。就这份坦荡劲儿，放在娱乐圈真的没几个人能做到。情场失意不代表人缘不好，杨紫的好人缘在圈里是出了名的。从小和她一起长大的张一山早就公开说过，杨紫是自己此生挚友，地位没人能替代。他还说杨紫性格直爽没心眼，对朋友从来都是掏心掏肺，半点歪心思都没有。这份从小玩到大的交情真的骗不了人。后来和肖战合作《余生请多指教》，肖战一开始还不熟，觉得杨紫高冷不好接近，合作了几个月之后，直接对他完全改观。肖战说杨紫不仅性格开朗带动片场氛围，还特别敬业，会主动帮对手演员找状态，半点明星架子都没有。能让合作的同行夸成这样，人品这块真的没得挑。这次的新身份是4月7日北京国际花展组委会正式官宣的，宣传大使就是杨紫。这么大型的官方活动选代言人，门槛肯定高的离谱，不光看流量，更看重国民度和正面形象。杨紫能拿下这个身份，说白了就是官方对她全方位的高度认可。说起来，杨紫真的太贴合这个身份了，戏里她演的锦觅、何为芳，全都是和花意象契合的经典角色，个个都深入人心。戏外她本身就是阳光治愈、积极向上的性格，完全契合花展传递美好的活动内核。这可不是普通的商业合作，是主流圈层对青年演员杨紫的正式接纳。其实早在今年3月初，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就已经正式聘任杨紫为青海生态文化传播大使了。这份认可还要从她的爆款作品《生命树》说起。这部剧收官到现在快2个月，播出之后收获了一边倒的好评，口碑直接拉满。连拍戏几10年见多识广的胡歌都毫不掩饰对杨紫的欣赏，直言她的演技不是一般好，完全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拍这部戏的时候条件真的太苦了，取景的在可可西里，海拔4800米，温度低到-20多度，普通人上去都喘得走不动路，更别说高强度拍戏。杨紫为了演好高原女警白菊，不光全程素颜上阵，故意流出高原红和干裂嘴唇的真实状态，还硬生生减重15斤。就为了贴合角色憔悴的设定，完全不在乎自己上镜好不好看。有一场需要他拖拽2名男演员在雪地狂奔的戏，他顶着严重高原反应就上阵了，跑完直接瘫倒昏迷。结果他只是短暂休整了一会儿，就立马返回剧组接着拍，半点怨言都没有。他真的完全把自己融进了白菊这个角色里，连细节都抠到极致。得知弟弟盗猎真相那段哭戏，更是被官媒夸成教科书级别的表演。回到最初引发讨论的戒色话题，如果将其放入这一整体发展框架中，或许可以得到更清晰的理解。它并非对情感的否定，而是一种阶段性的选择，在特定时间内优先处理自我与事业的关系，降低外界变量对自身状态的干扰。这种选择未必适用于所有人，但对于处于上升期且面临转型关键节点的演员而言，无疑具有现实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杨紫当前所呈现的状态，正是一种自我节奏确立的体现，既不过度迎合外界期待，也不刻意制造反差，而是在相对稳定的轨道中持续推进。这种状态使他能够在流量、口碑与官方认可之间逐步建立起更为均衡的结构。此次担任花展宣传大使，正是这一结构逐渐成型的外在表现。它不仅是对过往成绩的肯定，也意味着他在公共文化语境中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从单纯的娱乐行业从业者向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转型。未来它的发展路径仍然存在多种可能性，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经历了从童星到成熟演员的长期过渡之后，杨紫已经不再依赖单一标签维系关注度，她所积累的是更为稳固的观众基础与逐渐被行业认可的专业能力。对于观众而言，或许真正值得期待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身份的获得，而是他在这种状态下能够带来的更多作品与角色。当外界的喧嚣逐渐退去，留下的终究还是演员本身与其创作之间的关系。而从目前来看，杨紫正在朝着一个更清晰也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行。